雨後的空氣格外清新。一群山友在苗栗虎山腳下集結，今天的旅程將從這座水雲吊橋正式展開。清晨的一場陣雨為這片山林帶來了濕潤而涼爽的氣息。隊友們陸續抵達，停山場很快就熱鬧起來。大家一邊整理住裝備，一邊用熟悉的玩笑話開啟一天的序幕。從登山杖的選擇到背包裡藏着什麼秘密補給，輕鬆的對話間流露的是多年累積的默契。出發前總有些可愛的小插曲，有人不放心的折返回去，只為了再次確認車門是否鎖好，引來隊友們會心一笑。這份謹慎或許也是戶外人刻在骨子裡的習慣。通往登山口的路徑平緩好走，大約200公尺後，宏偉的水雲吊橋便映入眼簾。它靜靜地懸掛在溪谷之上，是許多遊客的終點，卻僅僅是這群登山者的起點。大夥在這裡停下腳步，不只是為了與地標合影，更是借此機會遙望遠方被晨光染成金色的山壁。那獨特的景致被他們稱作金色大壩。短暫的停留與讚嘆過後，一行人正式踏上吊橋。橋身隨着腳步輕微晃動，橋下的溪水潺潺，山谷的風迎面吹來，宣告住真正的挑戰即將開始。今天的目標是苗栗虎山，一座以陡峭聞名的終極山。才剛走上主徑，隊伍的節奏就明顯快了起來。有人開玩笑地問：“難道連熱身的環節都省略了嗎？”但看着大家穩健的步伐，顯然每個人都已準備就緒。在歡聲笑語中，他們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林道的轉角。一場與山林的深度對話就此展開。在完成了行前準備後，隊伍正式踏上了通往山徑的旅程。林道入口處，陽光穿過樹梢，灑下斑駁的光影，為這趟攀登揭開了溫和的序幕。步道兩側是茂密的森林，腳下是鋪滿落葉的柔軟泥徑。隊員們的腳步聲與林間的微風交織在一起。旅程之初，隊伍的氣氛顯得相當輕鬆，大夥兒的話題自然地圍繞着登山的配速與熱身的重要性展開。有經驗的隊員分享着，登山不應求快，身體需要時間慢慢預熱，才能走得更長遠。他們笑談起一些朋友在路跑或登山時因熱身不足而抽筋的往事。這些看似閒聊的對話，卻是山林間最實用的經驗傳承。大家調整着呼吸，讓心跳與步伐達成和諧。沒有人急於衝刺，而是以一種沉穩的節奏融入這片山林。隨着海拔緩緩爬升，隊伍的視野也逐漸開闊。從樹林的縫隙望出去，遠方的山巒層層疊疊，在恰到好處的天氣裡，甚至隱約能見到翻湧的雲海，讓隊員們不禁發出讚嘆。這條路徑比起他們曾挑戰過的東卯山或波金加山，似乎顯得平易近人一些。路況雖原始，但走起來卻有種獨特的舒適感。行走間，隊員們不時會確認彼此的身體狀況。有人好奇地看着心率表上的數字，在連續上坡後，心跳輕易地來到150、160，這些數字成為了旅途中評估體能的有趣指標。隊伍在途中的一處平台短暫歇息，一位隊員從背包裡拿出了一瓶風味獨特的機能飲料與大家分享。這瓶看似透明的水，喝起來卻帶着哈密瓜的香甜。新奇的口感為略感脾胃的旅程注入了一絲活力與樂趣。短暫補給後，隊員們互相幫忙調整裝備。一個看似不合身的背包，在同伴的巧手調整下，重新變得貼合舒適。這些微小的互助，是山林間最溫暖的情事。然而，輕鬆的路段並未持續太久，前方的路徑開始變得急促，盤根錯節的樹根與濕滑的石塊成了新的挑戰。隊伍的行進速度放緩，每一步都踩得更加小心，喘息聲漸趨明顯，汗水浸濕了衣背。有人半開玩笑地喊着想下山了，卻仍舊邁開腳步，堅定地向上攀登。他們知道這只是前菜，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頭。當看到前方樹幹上標示住8號的指示牌時，大夥兒精神為之一振。這不僅是一個地標，更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，意味着他們離今天的目標又更近了一步。在短暫的拍照留念後，隊伍沒有過多停留，繼續朝着下一個目標前進。山徑在腳下延伸，看似沒有盡頭。他們用雙腳丈量陡坡，用呼吸回應山的呼喚。這是一趟前往虎山的旅程。初夏的陽光穿透林間，熱氣蒸騰，才剛起步，汗水就浸濕了衣衫。夥伴們的對話中充滿了對這條路線的預期與想象。前方的山友一句上去就到了，像是一顆定心丸，卻也像一個甜蜜的玩笑。因為在山裡轉一個彎，總有另一個上坡在等着你。這段路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。原始的土路，
盤根錯節的樹根，以及需要手腳並用拉着繩索才能通過的陡峭岩壁，每一步都考驗着體力與專注力。隊伍時而拉長，時而聚集，不變的是彼此的等待與鼓勵。一個眼神，一句快到了，就是夥伴間最好的強心針。支撐他們走過這段漫漫長路的，不只是眼前的風景，更是平日裡點滴累積的刻苦訓練。在他們的閒聊中，你會聽到一套屬於登山者的數字法則：平日的自主訓練距離至少10公里，爬升要從500公尺起跳，假日更要加碼到1000甚至1500公尺的爬升。他們討論着刷爬升的技巧，分享着如何從單趟挑戰進階到1.5刷甚至2刷的體能極限。這些外人聽來枯燥的數字，卻是他們與山對話的語言，是確保每一次安全下莊的堅實基礎。當他們在岔路口短暫停歇，風吹過濕透的衣背，帶來一絲涼意，身體的熱度正在消退，這是一個信號，不能休息太久。疲勞的身體一旦冷卻，就需要花費更多能量重新啟動。於是，他們再次邁開腳步，向着最後的目標前進。終於，在一個不起眼的轉角後，視野豁然開朗，虎山的三角點就在眼前。剛剛還在嘴邊的疲憊，瞬間被登頂的喜悅沖淡。夥伴笑着說：“還好而已啦。”這句雲淡風輕的總結，背後是無數汗水與喘息的累積。他們站在山頂，俯瞰着來時的稜線，遠方的山巒層層疊疊。剛剛走過的每一步，都成了此刻壯闊風景的一部分。這趟旅程不只征服了一座山，更是在行走中一次又一次的與自己的身體和意志對話。山永遠在那裡，而每一次上山，都是為了遇見那個更堅韌的自己。第4章歸途，林間的奔馳者。才剛轉身，隊友的身影已消失在林間，下山的節奏瞬間從步行切換成奔跑模式。攻頂後的疲憊似乎被回程的輕快感一掃而空。隊伍中總有這樣不安分的靈魂，將陡下的山徑當作天然的滑梯，人稱下坡不下車的二哥一馬當先，幾個閃身便隱沒在前方蓊鬱的綠意中，只留下隊友們在後頭又好氣又好笑的呼喊：“太快了吧！”鏡頭隨着急促的腳步劇烈晃動，試圖跟上那早已遠去的背影。這不是競速，而是一種屬於山人的默契與樂趣。然而，山林從不全然溫柔，前幾日的濕氣讓層層堆疊的落葉成為最隱蔽的陷阱，每一步踩踏都需要精準判斷，腳下的觸感變得異常關鍵。關於鞋子的討論也自然而然地在隊伍間傳開，有人開玩笑說應該穿雙破鞋來，才能理直氣壯地換上新裝備，也有人分享着野跑鞋與慢跑鞋在這種路面的巨大差異。這些看似閒聊的對話，其實是彼此提醒、分享經驗的溫暖方式。陽光穿過樹葉的縫隙，在快速移動的地面上灑下斑駁跳躍的光點，耳邊是風聲以及枯葉被踩碎時的沙沙聲。身體因着地形不斷調整重心，這份專注讓人忘卻了時間的流逝。下坡路段考驗的從來不是心肺，而是核心的穩定與對膝蓋的衝擊。有人感嘆，這團歸途甚至比上山時某些艱困的路段更具挑戰性。話音剛落，前方就傳來一聲驚呼與完美的落地，引來一陣山意的調侃。在山裡，偶爾的踉蹌總能化為隊友間最真切的關懷與笑聲。隨着海拔降低，林相也悄悄變化，奔跑的節奏逐漸放緩，大家重新回到步行的頻率。穿過這片濃密的樹林，前方的路徑似乎變得開闊起來，也預示着這趟旅程即將迎來最後的篇章。走進一片幾乎不見天日的森林，用腳步感受山徑最原始的脈動。這是一趟沒有特定目的的行程，夥伴們的笑語在林間回盪，很快就被濃密的綠意所吸收。陽光被高聳的樹冠塞成細碎的光斑，灑在布滿落葉與樹根的古老徑上，每一步都像是與這片山林交換呼吸。步道一開始是友善的，但很快的，原始山徑便展現出它真實的面貌。盤根錯節的樹根是天然的階梯，濕潤的泥土考驗着每一步的穩定。偶爾與對向的山友擦身而過，一個點頭，一句加油，就是山裡最溫暖的默契。前方引路的是隊伍裡最不知疲倦的黑色向導，他輕快地穿梭在我們之間，仿佛在催促着我們跟上。走了不知多久，一處能讓人喘息的木造平台終於出現。我們在這裡短暫停歇，補充水分，也補充繼續向前的勇氣。長椅上斑駁的刻痕，仿佛是無數山友在此留下的關於疲憊與滿足的共同記憶。告別了休息點，旅程的樣貌開始變得豐富。我們走上懸空的木腳道，
腳下是生意盎然的絕綠，視野也隨之開闊起來。這些人造的設施巧妙地融入山林，引領我們跨越原本難以通行的地形，從封閉的林道走向開闊的林線。一個臨時起意的念頭，讓大夥決定加碼，下切到前河的河床。眼前景色豁然開朗，巨大的岩石與潺潺水流取代了幽暗的森林，仿佛瞬間進入了另一個世界。我們在石頭上跳躍，尋找着不存在的路。這段小小的探險為旅程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樂趣。當我們氣喘吁吁地從河谷爬回主步道，一座宏偉的紅色吊橋毫無預警地出現在眼前。走在微微晃動的橋上，腳下是剛剛才走過的溪谷，遠方是層層疊疊的翠綠山巒。這座橋不只是連接兩端，更像是對所有登山者完成挑戰的最高禮讚。穿過吊橋，回程的路似乎變得輕快了起來。身體雖然疲憊，但心靈卻因為裝滿了整座山的風景而感到富足。陽光漸漸變得溫柔，林相也慢慢變化。我們知道登山口不遠了。回到停車場，熟悉的文明氣息撲面而來。遠遠的就看見二哥他們一行人悠閒地坐在路邊的椅子上聊天，身旁圍繞着幾隻同樣慵懶的狗。他們似乎已經結束了他們的旅程，正在享受着山腳下的寧靜。我們相視一笑，沒有過多的言語，因為我們都知道，下一次我們還會在某座山裡再次相遇。